失智症只是个统称，据统计，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5%，70岁大概10%，80岁就20%了，到90岁的时候大概33.3%。年纪越大，它发病率越高。早期轻度智能障碍只是记性不好，还能够做任何家事，但好像对时间搞不清楚。晚上是他的白天，他想早点逛街。到中期，他出去就会走丢了，因为视觉空间不好。所以迷失老人是中期失智，后期才忘了你是谁。那退化是从时间、地点、人物功能慢慢下降，这是阿兹海默症，大概占6到7成，算最大宗。其他20%大概是血管性失智症，因为你的脑中风、或者出血、梗塞、脑部缺氧、血氧过低，那些都会造成所谓血管性失智症。如果说突然跌倒伤到脑部血管，也需要紧张吗？对啊，所以失智症不是老人专利哦。一个年轻人去骑机车摔跤，脑部出血，开刀以后也笨笨的啊。所以血管性失智症年轻人也会有。好，欢迎您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观众朋友，您可能常常听到有人得了失智症，可是这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的，它可能是10几年前脑部就会发生变化了。失智症越来越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疾病呢？今天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亚东医院失智中心主任曾瑞兴医师，医师好。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曾瑞兴医师来告诉我们，到底失智症是什么？阿兹海默症又是什么？对您来说是简单的 ABC， 可是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啊。有些人甚至还会说，老人痴呆症，这个到底要怎么分呢？其实老人痴呆是以前很古时候的一个称呼，后来有人说痴呆不好听，所以在20年前，台湾就把痴呆症改成说失智症。以国外不单只把失智症改，它根本就用认知功能障碍、认知症。日本跟其他香港跟大家都改了。台湾还是用失智症，失智症只是个统称，失智症候群。只要你记忆不好，影响日常生活，我们就说你患有失智症了。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因为造成失智的原因有很多。阿兹海默是退化性失智症，大概占6到7成，算最大宗。这个也是最棘手的。过去来讲，没有药物可以根治它。其他20%大概是血管性失智症，因为你的脑中风或者出血、梗塞、脑部缺氧，然后血氧过低，那些都会造成所谓血管性失智症。剩下10% 左右的话，大概就是一些可能水脑症，还有脑瘤、甲状腺功能过低、维他命 B12缺乏症候群，甚至乎第3期梅毒、病毒感染造成脑炎，那些都会造成失智。包括还有3%什么是个那种假性失智，症状很像失智，它其实不是失智症，哪一种？就是忧郁跟焦虑紧张造成的情绪障碍产生的功能下降。这些其实我们在临床医生都很了解，怎么去帮病人去做分类、诊断确定，然后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方向。是，所以失智症只是一个统称就像是一个大水库一样，里面有70%是阿兹海默症。对，老年人比较容易得到的吗？它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得到吗？是的，据统计发现，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5%，然后70岁大概10%，80岁就20%了。到90岁的时候，大概33.3%，所以看起来年纪越大，它发病率越高。简单来看的话，大概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8% 左右，所以推估台湾大概有35万的一个人口会患有失智症。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呢，是，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名人，或者是名人的爸爸妈妈，因为得了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然后发生一些很不幸的事情，所以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心大家可能想要预防，我刚刚一开头就讲了 ，maybe 他65岁之前的55岁，他其实有一些症状，这些我们要提醒自己注意吗？健忘是一个吗？还是有其他的征兆？其实没有人敢说你从来不会忘记事情，对。但是我们有一个诊断叫年纪相关的记忆减退，然后我们从出生后1-2岁以后，脑细胞不太生长了，本身我们年纪关系，记忆力慢慢会减退，所以我们在50岁的时候，当然不能跟30岁比啊，所以有一些的良性遗忘，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你觉得你的记性很不好，而且你发现记性不好以后也不自觉的话，你就担心真的患有失智症了。怎么去延缓失智？其实没有很好的一个方法，但起码6大方向要注意的，一个是多动脑、多运动、健康饮食、增加生活的社区网络，多出去，退而不休。第5个是什么？充足睡眠，减少压力。
6大面向是可以延缓你的失智的出现。我们一般推测阿兹海默症可能是因为基因加环境，所以环境因素也蛮重要的。所以6大方向哦，大家一定都要记住哦，不要以为说自己现在还年轻，可能就生活不正常，然后睡觉也睡不好，一直熬夜，然后也不运动，这个都是有害的，对不对？熟龄后就要做了，熟龄以后是40岁以后就要做了，40-50岁以后我们就要秉持这种的方向，万一有失智也会晚一点出来。OK， 所以这就是医生说的多存脑本吗？对，多存脑本就多动脑多运动啊，而且运动要达到生理效果，起码要一天要30分钟，然后呢1个礼拜要150分钟，然后每天做到稍微有点气喘，有点流汗，这样才达到循环效果。就算是有氧的有氧运动比较有一点流汗、啊，对。好，那有人说是轻度认知障碍，这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你的功能开始有一点点下降，但是没有影响生活。到底影响生活，就是变轻度的失智了。那这个阶段是可以逆转的吗？譬如说我多多运动，多多动脑，然后多多吃健康的食物，我会逆转吗？统计上，假如已经开始失智，找到原因后，逆转的机会是不是很大？然后维持延缓它的个退化而已。所以可能会尽量不能让它出现，是比较好的。假如认为是良性遗忘，你发现遗忘就赶快要开始要多动脑多运动，可能维持这种状况比较久。然后我们没有把握说你能够回到正常老人，但是起码维持的状况比较持稳。所以这是不可逆的，你只能延缓，而不能让它恢复。是看哪一种了。阿兹海默症是个退化性疾病，它渐进退化。假如是血管性化，因为三高不好造成中风以后变差。它慢慢会进步一些的，在中风就差一点点，是 stepwise 这样下来。所以当你中风以后变差以后，你就控制好你三高，你维持它永远就不会掉了。它不要再中风就没事。所以血管性失智症是可预防、可以控制的。但是阿兹海默症就比较可惜了，他得病以后到死亡慢慢往下掉，没有人可以阻挡它，医生也没办法阻挡它。有些乙酰胆碱的药物可以让它维持比较好一点，但是它功能还是慢慢往下掉。我们看到有病人也很可惜，3-5年后真的卧床，到最后就死亡。所以这个过程是没办法。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类现在要面对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不过刚刚医生有特别提到说，人一定会忘东忘西，不可能完完全全都不忘哦。那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忘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就是一个失智症的早期，要特别注意了。举个例子，有个病人走进我门诊，他就说：“我觉得忘东忘西，常常都不记得，我想要检查一下。”他说：“3天前我买3样东西，我的豆腐忘记买了。”我说：“你记忆真好3天前豆腐忘记买，你都还记得？”都还记得，所以表示是正常的。OK， 因为他只要心情比较焦虑、焦躁，当时的恍神造成的不好而已。但另外病人就不一样，走进来以后，媳妇就把字条写好，我婆婆忘东忘西，怀疑东怀疑西，怀疑公公外遇，然后那个病人走进来说：“我什么事都没有，哪有什么病啊？”他说：“我看病他怎么？”他不自觉自己记性不好，不自觉就有妄想幻觉，就表示他真的失智了。OK， 我简单讲一句话，因为他忘记事情了，他记得他忘记事情的话，那是正常的。OK， 你记得你忘记事情，买东西忘记了，因为会忘记了，我想得起来的，那是正常的。但你完全忘记你的忘记事情的话，那是有病的。我忘记了，这个才是要警觉的，这就是有病。对，我忘记昨天去缴电费 ，OK 的。OK，那你记得，你想得起来啊？我想起来，所以表示记性很好啊，只是当时的一种心情的关系，没办法注意力不集中产生的状况。就简单这2句话就会分出来。健康老人跟失智老人 ，OK， 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一下子忘记谁的名字，说这个曾瑞欣医师的名字，有时候想不起来，这个正常的，没有到失智了。你等一下讲得起来就好了，对啊，就只要想得起来就好了。不过刚刚医师有特别讲到失智症的这个病程，我们能不能够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初期、中期、晚期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早中晚期是看它严重程度而已。早期刚才说轻度智能障碍，只是记性不好，那他还能够做任何家事。但早期的失智长辈会怎么样？常常对时间搞不清楚，早上晚上今天几月几号不清楚，所以常常会晚上睡不着，不是失眠，因为白天我都饱了，然后晚上是他的白天，他想早点逛街，所以不是失眠，因为他的日夜颠倒。到中期他出去就会走丢了，因为视觉空间不好。所以迷失老人是中期失智，找不到回家的路，那是中期哦。
后期才忘了你是谁。所以你是谁啊？完全不记得，后期才对人物。其实早期、中期上不常回来的一些家人、孙子啊、媳妇，很少见的话，他是恍神。所以你怎么训练他，记得他们，常给照片给他看，他才认得他。所以其实他退化是从时间、地点、人物功能慢慢下降。除此以外，他自我照顾能力也开始变差了。本来可以穿衣服啊、洗澡啊、吃饭啊，怎么都可以，出去外面逛街也可以回来。中期出去逛街就会走丢了。甚至回来以后，慢慢开始对穿衣服啊一些以前会做的事情，开始会不能做。他的记忆力凋谢，从最近的3年、5年到10年，所以往往他说我要回家，要回以前的家，20年前在家在桃园啊，我台北的家，他忘记了，所以他活在以前的他。到后期慢慢开始大小便失禁，开始卧床，最后才会死亡。所以以阿兹海默症的症状是这样下来的，而且中期开始就因为记忆力不好嘛，去提款的不会提款啊，还有说去银行忘记密码种种，还有很容易被骗，他都判断力开始就减退了，所以从早中晚期退化，这是阿兹海默症。但血管性就不一样了，它哪里中风，哪里堵塞，哪里出血，产生不同的症状。它一下子破坏到脑部的颞叶，就短程记忆不好。但是它在顶叶的中风的话，它的肢体不好，抽象思考比较差。但是有些记性还不错的，因为它没有伤到颞叶，有时候在前叶中风以后产生情绪问题。所以血管失智症的症状是变化比较大的，因为它破坏我们脑部不同部位，产生不同症状。但是阿兹海默症它的过程是很类似，从脑袋颞叶、前叶萎缩，慢慢到顶叶。到枕叶，所以它会实地人慢慢的退化下来。所以虽然是失智症，同样是失智症，它还是很有细微的分别，不一样。所以一开始一定要先请医师判断你到底是阿兹海默症还是这个血管性的失智症。对，讲到血管性失智症，如果说也许是中风或者是突然跌倒伤到脑部血管，这个也需要紧张吗？对啊，所以失智症不是老人专利哦。一个年轻人去骑机车摔跤，脑部出血、外伤以后开刀以后也笨笨的啊。所以血管性失智症年轻人也会哦，甚至一个年轻的人得了一个脑炎、脑膜炎，他会变笨啊。所以这个是以那个突发性的脑部状况，就受伤以后都会产生问题。阿兹海默症才是一般65岁以后的。但是有一种叫早发型失智症，就是有遗传的。然后你听过《我想念我自己的奥斯卡》电影？我有看。那个主角就是一个50几岁教授，对，因为他有遗传到一些基因，通常在40几、50岁就发病了，开始记性不好，也开始类淀粉沉淀。所以只要发病的年纪是在65岁以前，我们就怕它是基因造成的，小孩就要小心，有50%被遗传。所以假如说65岁、70、80岁才得失智症的长辈，小孩就比较安心，但遗传比例不到10%。所以看发病年龄也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如果是早发性阿兹海默症，真的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那就是基因的关系了。刚刚医师有提到那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哦，我们看到那个电影的演出蛮动人的。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台湾这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多吗？1/1000。1000分之一，所以早发性失智症的比例还是少的。但是他万一得病以后，比较困难的就是家庭照顾，因为可能病人还在那个壮年期，需要很多家庭的照顾，还有小孩读大学的问题，所以经济问题是比较麻烦的。对，当然不希望大家得这个病，可是万一得到的，就要去处理它，面对它，来做相关的治疗。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医师非常详尽的告诉我们阿兹海默症或者是失智症里面的分别。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失智症有10大警讯哦，就是你开始记忆力减退哦，可是这个有分假性的跟真的记忆力减退。第二个是很难计划事情。第3个是很难胜任常务，本来你在工作上得心应手的事情，你现在变得很难把它完成。第4个是时地混淆，时间跟地点会有混淆。第5个是空间视觉混乱。第6是表达书写困难，写字还有表达能力都发生困难。第7是东西乱放，对，我手机乱丢，这个我也常做，没有，他这个是抽象思考不好，所以他也就把钥匙放到冰箱。然后甚至会把东西乱把厨房东西摆到房间，然后房间衣服摆到厨房去，因为他不知道摆哪里。
他那个 judgment， 他的判断力不好 OK 还有抽象思考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东西乱摆。这个理由是因为他脑部应该功能下降。所以有人可能把手机丢到冰箱里面关起来，他找不到手机。这是对的，就为什么？这不应该摆那里啊，对不对？他就是因为他的抽象思考不好。所以如果家里的长辈突然把那个煮东西的锅子的铲子放在卧室，就不对了。你可能就要小心你妈妈或爸爸罹患阿兹海默的可能性。那另外是他的判断力变差，可能是被骗了，被诈骗，不应该给的钱还给了。对，就是你觉得怎么可能这样被骗？真的就被骗了。是，那第9个是社交力退化，他不想要出去了。对，他会比较被动，你不叫他出去，他不出去了。他在家里面在发呆，不晓得干什么。下一步做什么，他不知道。可是有一些老人家本来就不喜欢跟人社交，或者是有一些宅男不喜欢跟人家社交。对啊，但是他改变个性，以前喜欢，现在变不喜欢，所以个性跟着改变。通常被动的机会比较大，因为他功能下降了，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人家，所以他宁可不去了。好，那第10个是个性改变，过去可能很温和，突然脾气变得很差，或者过去脾气很差，会变得脾气很好吗？变得很暴躁。最麻烦的，除这个以外，还有30%的个案，完全脑袋颞叶前萎缩以后，会产生什么妄想跟幻觉的行为，怀疑人对他不好。就像我碰到一个病人一样，他怀疑他老婆外遇，他每天不给他出去，他出去要看谁，他有人说那个人那个情敌早就死掉了，他不知道他死掉，他每天不让他出去，所以造成很多家庭的一些问题，还有怀疑人偷他东西。怀疑菲佣啦、孙子啦、媳妇啦偷到东西，所以这种妄想的行为造成照顾上很大的困难。有时候看到这种视幻觉，他看到有些死去人回来了，别人跟我讲爸爸回来了，爸爸死掉5年了，妈妈还记得他5年前爸爸的样子。然后我们常常教他说，没有关系，他看到幻觉说你不要骂他，因为他真正看到，因为视幻觉，说妈妈没关系，爸爸让他坐下来，爸爸坐下来，我们去做别的东西。就把话题带开，转移注意力就好。那种妄想跟幻觉行为蛮常见的。然后造成照顾上的很大的困难。对，就是不要去责备他说，爸爸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你怎么会有这个幻觉？不要去责备他，因为他脑海真的这样想。然后我东西不见了，谁把我偷走了？你骂他没有用，他真的觉得不见了。他其实说，我就赶快把东西找出来，解决事情为原则。然后不要给他责备，责备以后他觉得你不相信我，他会更不准。所以对私人长辈在行为照顾部分，家属的学习蛮多的。对，的确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人，正常人可能会觉得很烦，然后会想要骂对方，对，然后就是要责备对方。可是这样对于你长辈的这个病情的稳定或者是治疗，其实是更不好的。不讲很容易，做很难，做真的家属真的很难过，在我的情绪照顾上很多压力，所以很多造成 caregiver burden 家属照顾者压力，产生家属反而忧郁。对，这个就变成说可能会拖垮一家人的最大的原因刚刚医师其实有特别提醒大家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存脑本脑子的脑，本事的本。maybe 我们现在中年人好了，你就可能开始要运动医师刚刚讲了6大方向，来，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多动脑、多运动、增加社区网络、增加社交的网络。对，来再来健康饮食、充足睡眠很重要，减少压力。如果可以做到这6项可能我们的这个晚年的生活或是老年的生活会过得更健康。好，今天非常谢谢郑医师来这边为我们分享有关失智症的一个大概的原因，以及可能你可以延缓你失智的时程。非常谢谢曾医师，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